我本以为我的生活如这般温暖耀眼。爸妈，祝贺小念今年生日快乐啊！谢谢爸。这个真的好搞笑。是1000万的主人，18岁那天一直心思坚定，打碎我安稳的家。对啊。念念，陈小姐，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，请问你为什么不愿意回萧家呢？若还不回来，池家便会有倒换人口嫌疑。如今池家刚起步，确定。妈，好几个合作伙伴突然解约。什么？是不是池家指使你的呀？答应回临京，是为了不给池家带去灾难；和他联姻，也是为了报答这4年的养育之恩。终于，你提前回来了，正好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婚戒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随随便便拿我东西干嘛？现在还没结婚你就随便进我房子，要结了婚还得了？你丢了什么？你少在这给我装蒜了，把相册还给我。我就说你昨天非要在我那儿去拿东西，你早就知道楚楚回来了是不是？不是，你有什么你冲我来呀？你拿楚楚的相册算怎么回事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叫停这个婚礼？楚楚，季少恒的初恋，难怪他今天这么早过来，原来是为了男主。我昨天是去了你那里，但是我什么都没拿，更不知道什么相册。哎，不是，你少在这给我狡辩了。你以为我会信吗？你心眼怎么能这么小呢？我没拿，你是不是耳朵聋了听不见啊？东西丢了就去找警察。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。你虽然是萧家的千金，但你18年生活在外面，萧家这4年连正眼都没瞧过你，你骨子里就是个没教养的野丫头。除了我不嫌弃你，还有谁会养你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不办这个婚礼了？行啊，那就退婚呗，谁不退谁是狗。你东西还给我再走。再说一遍，把东西还给我。季少恒，你敢打我你！老子是乡下来的，不懂规矩。你到底是有多娶不到女人，才忍着跟我订婚4年？还是说你季家给予我萧家的扶持？我告诉你，我平日里照顾你，对你言听计从，不是把你当回事。季少恒，我告诉你，在我这儿，你屁都不算一个。他妈的打我！喂，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我打人了，是他先动的手，麻烦你快点出警，不然我怕我一不小心就把他打死。少爷，医生本来让你少抽烟的。你不说没人知道。走吧，回画廊。念念回来了，这是怎么了？订婚4年，我们念念对他那么好，他眼睛瞎了看不见，还以为他是梁旭，没想到。我这就去找季少恒。哥，不用去了，这婚不可能结了。抱歉，我还是没有经营好这桩联姻。都这个时候，你居然还说这些！我现在就去曝光那个混账！哥，这件事就算了，先公布退婚就行。因为我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。念念，你怎么能做出来当奸互殴的事情来呢？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多难听啊！萧家是豪门，可丢不起这个人。本来很多人就对你存有非议，你还不争气的把你那些乡村陋习带进来，
你太让人失望了吧？所以堂姐逃婚就不算是丑闻是吧？你半个月前，娄熙燕出事，双腿受伤，之后她在娄氏的掌控权也被她弟弟娄林掳走，这下她不仅残废了，还被边缘化，整个人沦为弃子。自幼被宠大的萧家雪不愿再嫁，也说不过去。喂，大少爷，家里刚打来电话，说退婚这件事儿，您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萧天雪逃婚就是没把您和娄家放在眼里，应当给萧家一个颜色。好。任松，帮我处理件事情。先生，娄大少爷差人送信来。先生，娄大少爷差人送信来。娄大少爷说，婚礼必须如期举行，但萧家得给他提供一位漂亮、事少且自愿的未婚妻，否则这些年萧家从中获得所有利益都必须要尽数吐出来。念念，要不然你去嫁给娄熙燕吧。老二媳妇这个提议可以，念念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不怎么样。为了维系萧家和姬家的合作，我像是奴仆一样照顾姬少恒4年，现在还要我去嫁给娄熙燕，他们可真甘心。念念，爸爸也不想逼你，但是萧家出现了困难，要是这个事儿又不是我惹的事，凭什么让我去摆平？这执念你什么意思？你这话点谁呢？点的就是堂姐，她既然敢退婚，就让她自己去处理吧。爸，你怎么了？王家，快去把药拿来。哎，好好。念念，或许当年我不应该一时心软回萧家，或许就生活在外面，没什么。行，我可以去找娄熙燕，但她未必会答应我，毕竟我的名声摆在那里。像他那样的名贵公子，未必看得上我。4年期限将至，你的生育之恩我已经还完了。这件事之后，我和萧家再无瓜葛。念念，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。早知道当时再讨生育。娄先生在这儿，好，谢谢。这个人怎么跟传说中不太一样？你好，我是娄熙燕。你好，娄先生。萧家给我打电话，说把你赔给我了，不知道这件事你知不知情？娄先生的意思吗？我听到一些事情，说你在街上把未婚夫打了，你这是有暴力倾向。我只是正当防卫，顶多算是防卫过当。那看来是对方先动手了，的确是活该。不过，你要是跟我结婚，你会对我动手吗？那如果我和你结婚，你会因为莫名其妙的事情对我先动手吗？有意思。他好像确实不如传说中那样的冷酷。
我很懂事的，不会多管闲事，我也不会一直要求丈夫深爱着我，婚后怎么样都可以，回不回家都可以，死在外面也行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是自愿的，还勉强会照顾人。你倒是挺诚实的，不过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伤了，没惨，会好。不过我已经从楼家退下来了，这辈子不出意外的话，就守着这间画廊了。太耀眼的荣华富贵，你估计感受不到了。跟他结婚是个不错的选项，可以分离萧家，减少来往，等风头过了，我再跟他离婚。到时候我离开京城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重新生活。身份证件带了吗？民政局还剩1个小时下班。娄先生，想好了吗？这么冲动的话，很容易二婚哦。我觉得离婚和未婚妻出逃给娄家带来的负面新闻，离婚的风险更小一些。怎么，你是不打算结了？没有的事，求之不得。我在外面生活了18年，豪门贵女的规矩和礼仪都不太懂。你要是有看不惯的地方，可以提出来，我会尽量装出来。行，我以前习惯掌控一切，性子有些冷，但我会改。果然，越是出身名门望族，越是有极高的修养。对了，我现在不住在娄家，你应该知道，搬过来和我一起住，没问题吧？好，地址给我，我稍后搬过去。念念，不要走好不好？我和娄熙燕已经结婚了，我会搬出去和她住。我们之前就已经说好了，从此以后减少往来。可这也是你的家呀。妈，你有过归属感吗？4年前我有过，可是当你不顾尊严跪在我面前逼我回来的时候，我便开始流浪了。这4年，我克制自己，做一个乖巧听话的女儿。我只是不想让别人张口就说我的养父养母没有教好我。我是你的妈妈，你才是萧家的真千金，我们怎么可能让你流落在外？念念，我们接你回来有错吗？你们没错。妈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们就当我是水，把我泼了吧。再见。夫人，您的基本生活用品已经安排妥当，如果有不喜欢的，比如说毛巾的颜色、牙膏的味道，请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会为您安排更换。饰品和衣服都已经到了，您可以先挑选。少爷，夫人对生活用品都很满意。满意就好。不用这么麻烦，这太隆重了。怎么说也是第一天结婚，虽然说我现在落魄了，但也不能让你受委屈了。对了，给你准备了一些礼物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时间比较仓促，东西比较廉价，等补办婚礼的时候，我一定给你更亮的。挺好的，谢谢你。帮我带上。我看过关于你的一些新闻，我发现你有挺多耳钉的，就不送你耳环了。要是你喜欢别的，下次我再给你挑。不用，这些很好，真的。我给你，你就收着吧。你要不喜欢，一定要告诉我。
我眼光还不错，我看人的眼光应该也不会错。娄先生，对我这么好，你可是会吃亏的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就一套房子，一座画廊，还能吃什么亏啊？放心，我的家教不会做这些事。不会这么做，那就不要这么想。你可以跟我好好过日子，或许你也会觉得不错。虽然说我也是第一次当丈夫，但我学习能力还挺强的，应该可以当一个好丈夫吧。我还以为你同意将我陪给你做老婆，是为了解决外面的舆论。现在你叫我好好跟你过日子，说真的，我还有点不太敢相信，总觉得你有什么阴谋。人都是会变的，以前我也不想结婚，可现在我觉得老婆孩子热炕头还不错。该不会你已经在计划离婚了吧？试试看鞋子合不合脚吧。你该不会要学你堂姐一样逃婚吧？那我这次可不会放你走了，你堂姐那至少是婚前逃的，你这逃婚了，可就叫做结婚前逃，抛夫弃家了。放心，我不会不明不白、糊里糊涂的走，我要干干净净的走，不给任何人留面子。任何人？包括你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挑件衣服吧。这个要我帮你挑吗？这个我自己来。你和季少恒刚退了婚，又在同一个公司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会不会有点尴尬？我的意思是，要不你找一个职业人替你坐班处理事情，你就退下来，在家坐享收益，避免尴尬。我打算出售季家的股份。当初和季少恒订婚的时候，萧家注册了季家的公司，将股份记在了我的名下。我提出过将股份还给萧家，但他们不要。我打算折合成钱还给他们。你打算和萧家分这么清楚吗？脱手的话，需要我帮你找人吗？没事，我能处理。抱歉，接个电话。那个，我有点工作上的事情要处理。好，下次不要喊我那个，叫我名字就好。好的，夕颜。开车小心。喂，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和夏瑶下午喝个茶。师念，你玩真的是不是？把手给我放开！不是，脸不痛了是不是？不是谁都有时间陪你在这过家家。还有你们，什么意思？想背过我收她的股份，当我死了是吧？你和石小姐已经退婚了，石小姐想离开也是情理之中，哪有你这样当街把人打了还不让人离开，讲不讲道理？因为季总你的事情给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损失，我们董事会都还没有去找你。要是季总你当真要一意孤行的话，我们董事会不介意再重选一个董事长出来。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是吧？现在你满意了？抱歉，诸位，先离开吧，事情后面再谈。不是，执念，我以前早就没发现你心机这么重了，你就非要玩死我是吧？你是什么人，值得我陪你玩？好，你现在连装都懒得装了，
你给我站着！陈念，你闹够了，适可而止。萧家现在什么情况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楼希燕她虽然现在已经失宠，但她依然是楼家的牌面。你认为楼家会轻易的放过你们？要是再加上我们季家，萧家能撑几天？还有个事儿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季家现在也搭上了楼家的关系。你要是不想被楼家报复，闹得适可而止差不多就行了。我懒得和你在这虚与委蛇。听说萧家要为了我和你打官司，你还是早些回去准备律师和证据吧。陈念，你一定会回来求我的，到时候我没有那么容易的原谅你。办不了，办不了，这事儿真办不了。还有你齐大少和夏公子办不到的事情。阿燕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妹妹和池念可是同学兼闺蜜，我们关系都还不错。你让我去买掉她手里的股份，将她赶出宝拓集团，这太不地道了。我虽然跟池念不熟，但也有过几面之缘。你不能因为你要报复萧家，就让我俩当坏人了。你和池念还是朋友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你平时除了工作的事情，你还知道什么？池念回到萧家4年了，萧家人都在利用他，你找他出气，真的太不应该了。难得他对一个女孩子评价这么高。池念这丫头，平日里不多言不多语，不爱惹是非，工作认真且有手段，这脸是真的聪明，人际关系处理的是非常不错，圈子内对他的评价都很高。哎，我听圈里人有人评价说，这池念是临京城商业圈中难得的纯白茉莉花。对，说的就是他。季少恒跟他退婚，绝对是季家最大的损失。他是忘了这2年季家宝拓集团营业额的增幅了，有他哭的时候。我竟然不知道咱临京城还有这么一朵茉莉花呢。你呀，但凡对女人上一点心，都闹不出这个节骨眼上萧庭雪逃婚的事情来。你活该。那可不一定啊。要是没有这件事情，我也娶不到咱们圈子里唯一的纯白茉莉花了。什么？你俩领证了？哎，禽兽啊！你这是报复萧家吗？你祸害池念干什么？瞎说什么呢？是池念自己想出手手里的股份，季少恒从中作梗罢了。所以，你是真的跟他结婚，真的在帮他？不然我吃饱了撑着吗？萧听雪她逃婚逃的就是，反正我对她没什么感觉，逃的正合我意。不过我竟然没想到她竟然这么有本事，能和你齐大少、夏瑶做朋友，想必肯定有一定的本事。那看来出手股份用不着帮忙。行，看没你们什么事了，可以走了。你合同都准备好了，是按照市价格算的，你看看怎么样？对你有影响吗？对我能有什么影响啊？别忘了，我也是股东。至于季少恒那边，无所谓了。他这次做的事情实在是太难看。罗成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是不是觊觎我的女人？有病就去看医生，别在这乱咬人，丢的是季家的脸。哼，丢脸？你还知道丢的是我们季家的脸？你是我的未婚妻，你跟这个罗成搅和在一起，算怎么回事？一个玉家的养子，那他也配？还是说你在外面生活了18年，才能看上这种人？真是执念给你惯出来的坏脾气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。4年，执念就算为条狗都养生，怎么就喂不出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？你他妈的敢打我！要不要报警再来场呼噜？今天你所有的股份我都已经买了，从此以后，他和你之间没有半点关系。
执念，我们走，别理这条疯狗。妈的！念念回来了，来一起吃饭。念念啊，这次的确是多亏了你找了楼希燕，不然的话，萧家真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关。爸爸以前是对你关注少了，爸爸一定以后会改的。这是萧家公司6%的股份，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。不用了，这张卡是4年前你们给我的，当时卡里有100万，我没动。念念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季家的股份是当初和季少恒订婚的时候给我的，那些股份我都卖了，钱都在这张卡里。念念，我知道我们的行为让你伤心难过了，豪门就是这个样子，自由是奢侈的，没有办法。现在你也结了婚了，楼希燕是那个样子，你们俩一起过不了多长好日子。这个钱你拿着，算是爸爸妈妈对你的一些补偿。不用了，我能工作，这2年也攒下了一些钱，够生活了。就这样吧，祝你们生活顺利，再见。念念，念念，念念，我知道你在萧家过得不开心，当初也是我妈给大伯母出的主意，逼你成这样。其实，大伯母和大伯父心里是疼你的，只可惜会哭闹的孩子才有糖吃啊。这张卡里有300万，本来就是哥哥准备给你的，现在楼希燕情况不好，多还是要靠你自己。这个钱你一定要留着，以防不时之需啊！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就找哥哥。堂哥，真的不用，我身上还有些钱。哎，这是哥哥给的，不一样。还有这个，里面是你想要的东西。哥哥呢，只希望你以后过得开心。谢谢。念念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就要去萧家问你是不是偷摸跑了。怎么会？我刚弄好股份，回了趟萧家，耽误了点时间。路上经过了一家店铺，给你买了个礼物。这东西挺贵的吧？你出身高贵，肯定没有用过平价的商品，送你的礼物自然不能是地摊货。快回去吧，你现在这样容易被人报复。念念，你知道报复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像你一样，让他受伤，失去一切，被家族抛弃，让他感受从天堂到地狱的落差感。所以啊，他们顶多就过来看一下我有多狼狈。那你现在狼狈吗？他们说我是狼狈的，那就是狼狈。人嘛，不是天堂就是地狱，一念之间的事情。辉煌过后，总会迎来地狱。我这辈子辉煌了11年，不亏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们回去吧。你怎么都没有吃啊？结婚第1天吃饭就不等你，这也太不合规矩了吧？哪有那么多规矩？你本来就有病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有胃病，以后到点就吃饭，不用等我。没事，我中午吃的晚，没饿着。倒是你，工作了1天，现在才吃，肯定饿坏了。怎么不动筷？是有哪道菜不喜欢吗？
没有，我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丰盛。你费心了。这是规矩，结婚没有婚礼已经很将就了。要是我再不用点心，你跟别人跑了，我跟谁说理去啊？你别开玩笑了。哼，我们是合法的，又不是偷，迟早会适应的。需要我履行应尽的义务吗？我现在可能不太行，我腿受伤了，硬来估计也不会很舒服。哦，那你早点睡觉。晚安。晚安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快上来！是这个床小了吗？明天换一个更大的。疼不疼？你疼可以咬别的，哪有咬自己手指的？谢谢。怎么，你要跟我道歉吗？那我的床让你摔下去了，是不是也要跟你道个歉？是我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会尽快适应和你睡在一起，半夜尽量不扯被子，尽量不掉下床。原来你是在意这个，没关系，我以前也一直一个人睡，我们一起适应。好，睡吧。徐小姐，您的战绩很耀眼啊！您的才能来我们公司做销售总监，会不会大材小用了？张副总谬赞了，我工作时间不长，经验不多，有待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。石小姐说笑了，那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感谢张副总给予的机会，我会好好工作的。抱歉，接个电话。你好，哪位？夫人，您忙吗？大少爷现在很不舒服，中午药没吃，午饭也没吃，所以你现在能回来一趟吗？好，知道了。娄希燕不舒服找医生啊，找我有什么用？石小姐，你要是忙的话，我就不留你了。明天我请你吃饭。好，那就不打扰了。张副总再会。副总，他一来就是营销部总监，这不大合适吧？你懂什么？10年在圈子里评价颇高，别看他年纪小，可他人脉广，有的是手段。几年前，娄家那位因为应酬喝酒，喝成胃穿孔进医院了，偏偏池念能滴酒不沾，可见其最不缺的就是手段。这是发了什么病？这是发了什么病？都这样了，怎么还没去医院？问过医生了吗？就是烟瘾发作了，大少爷烟瘾一直很重，这段时间一直在戒，只是每次忍不住就又会抽起来。今天医生的话让他很担心，所以坚决不抽。他，你回来了，事情处理完了吗？办完了。
我养父之前戒烟瘾的时候就吃的是这个，听说能减轻瘾状，怎么样？还习惯吗？还行。靠近点，刚出了汗，冷。我去给你拿毯子。不要。念念，你身上的味道真好闻。我昨天用的是你的洗发水和沐浴露。啊，他怎么这样？我这块石头使劲制造浪漫，他是浪漫过敏吗？看来楼希燕在楼家处境应该非常不好，她缺爱，缺关注，缺关心。你好点了吗？我腿有点麻了，可以松开我了吗？念念，你真坏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腿不麻了，你快放开我。别动，让我缓缓。之前已经用不正当手段将他弄来身边，不可以再利用妻子应尽义务强迫他。人要，心也要。给我吧。仁松说你中午没有吃饭，胃口不好也要吃点，不然胃病好不了。你不是说你不怕苦吗？夫人，你有所不知，以前没人瞧着，也没人关心，有情绪也没人搭理。现在大少爷不一样了，有您关心他的情绪，大少爷当然能像小孩子一样闹闹脾气，装装样子。啊，快喝了，等过10分钟再吃饭。下午我带你去买糖，这样不管以后是烟瘾犯了还是喝药，都可以吃糖。夫人您瞧，大少爷还是要您哄着才行。秀英年纪大了也像小孩，尽会取笑人。看得出来你私底下很随和啊。你这是在夸我了？算吧。估计没人想过，曾经叱咤风云、冷酷无情的楼大总裁，私下里是这样一个阳光随和的人。那你以后要是找到机会了，就多夸夸我，我就吃这一套。今天出去，事情都处理完了吗？我今天是去谈工作的，已经定好了，明天就去上班。你之前说你会稍稍照顾人，我还以为要等事情处理完了再说你上班的事情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是自愿的，还勉强会照顾人。我会尽快平衡好，抽出空来陪你的。哎呀，我上班赚钱养你嘛，等发了工资再给你买礼物。这个可以有。那我再去给你看看还有没有吃的。石念将卖宝拓股份的钱全部给了萧家，给我买了这个，估计现在身上也没多少钱，我是不是要上交存款？可是他要是知道了我存款有那么多，是不是就不会想要赚钱养我了？真的好纠结。似乎也不是那么反感。喂，你好。念念，
算盘珠子都崩到我脸上了，这婚礼你们爱准备就准备，我可不疯。石总监，感觉怎么样？还适应吗？还行。那晚上一起吃个饭，昨天说好的。行，我晚点过去，我得先去接趟人。好，晚点我把地址发给你。石小姐，你来了，老板在等你呢。那位是顾小姐，我知道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不是她说要隐婚的吗？怎么自己到处说？还有，萧听雪知道自己20多年的闺蜜喜欢自己的未婚夫吗？刚刚顾小姐向老板表白，但是被老板拒绝了。老板娘，肯定是刚刚因为顾小姐的事情，老板不开心了，您劝劝老板。多谢你。哎，没事儿。老板娘，你可不要误会老板哦，他人很好的，从不乱搞男女关系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何必为了不值得的事情生气？不划算。烟瘾又犯了。本来就生气，他还过来捣乱。他刚刚跟我表白，难道你一点都不生气吗？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哦，对了，等会儿送你回去以后，我还要去参加聚会，你晚上好好吃饭。他这是生气了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忽然不高兴了，但是如果我有什么说错了的地方，惹到你的话，你下次及时告诉我，不然我会一直想不通，还会犯同样的错误。你真的不知道？所以他是真没有情商那东西是吧？不应该啊，没有情商的人怎么可能人际交往那么顺利？刚刚顾小姐跟我表白，但是你一点都不生气，让我觉得你心里没有我，你一点都不在乎我，所以我生气了。因为这个，那你想不想听听我的想法？你说，我听着。首先，他能够跟你表白，说明你足够优秀，能够吸引旁人的眼光。其次，你又没有答应他，一没有背叛，二没有隐瞒，我高兴都来不及，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从一开始就说了，我事少，不会无理取闹，更不会无端找事。况且你又没有做错什么，我为什么要生气呢？好像说的没毛病，所以逻辑有问题的是我。现在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没有了，对不起，我道歉。他怎么这么可爱？不用道歉，你又没有做错，更何况你让我知道了，从这方面考虑问题，多谢。要不我送你回去？不错，对。巧啊，茉莉花。齐大少爷晚上好，夏公子也好。和朋友吃饭呢？和同事。你这是又上班了？在哪工作的？齐丽，做彩妆护肤的。行，那你先玩，改天有空咱一块吃个饭，介绍个朋友跟你认识。好，齐大少爷和夏公子玩好。改天见。拜拜。池总监，你是怎么和齐总和夏总他们认识的？他们好像很难接触到吧？之前有过项目上的合作。那池总监入职我们公司，是不是以后泼天的富贵就轮到我们身上了呀？共勉。念念，
我想要你搂着我睡。一定要这样吗？不搂着你，我睡不着。万一我睡觉不老实，碰到你的腿怎么办？那我搂着你胳膊，免得碰伤了你。要什么时候才能适应？整愈合了，可以拆线了。庄教授，等会儿下手能轻一点吗？我是幻听了吗？侍卫爷说什么来着？就是下手温柔一点。你看也没完全好，对吧，庄教授？年轻人，你别太离谱啊！对，伤口确实很疼，娄先生，你得忍着点儿。实在忍不住的话，你让这位丫头把你搂紧点，要不然我害怕你一会儿把我的盘子给我踹翻了。你看，庄教授都这么说了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庄教授，麻烦你下手利索一点，我还赶时间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这个不麻烦。看得出来，一腔热情相准，但春风拂过，不懂他意。小孩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嘛。他身上的味道真好闻。娄先生恢复得非常好，记住，回家一定不要吃太刺激性的东西。我公司有事，要先回去一趟。等一会儿让人助理送你回画廊，我晚点去接你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好。这个月必须减，你们不讲信用。高先生倒是说说看，秦丽到底是哪里不讲信用？当初楚总监答应3年不会离开，丽丽和楚总监是同学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个代言一签就是3年。我们丽丽现在是什么咖位？难道让你们占了便宜不成？听说下个季度的产品还有几天就要到宣传期了，这么一点时间，我就不信他能找到更好的代言。乙方如果要执意解约的话，需要赔付甲方3倍违约金，并追回此前代言费的2/3。岳女士，您确定要解约吗？我们丽丽现在不差钱，况且她的粉丝也不愿意让她接这种小代言，拉低身价。所以高先生，你的意思是现在要涨代言费是吗？这也不是不能谈。我们丽丽现在是新晋大流量艺人，她手里的代言就没有销售不好的。我们可以给贵司24小时的商量时间。陈女士，您觉得意下如何？那接下来就辛苦郑律师了。石总监，你什么意思？涨代言费是不可能的，看来是没有谈的必要了。石女士，你知不知道我们丽丽现在的流量和咖位？知道，但2年前岳女士还没出道的时候，未来发展会怎么样，谁也说不准。
如果你们肯定他会大火的话，就不会一口气跟齐力签长达3年的合作。说难听点，这就是一场相互成就的合作。无数像齐力这样的终端品牌代言在身，这也是成就岳女士如今身份的条件之一。别说的跟齐力占了多大便宜似的，当初签这个合同，谁不是在赌这一局？施小姐，我们这样的要求也是合理的，您就……你们觉得合理的要求，对齐力来说是不合理的。既然你们想解约，成全你们。接下来你们和张律师聊吧。这些人真是身价起来就无视合约，不可拆桥，这件事没完。张副总，没必要，和气生财，大不了以后就不合作了。生意是能打广告带流量，但也是一把双刃剑，反噬率很高，没必要为了一个明星拿公司压住。也是，如今是流量时代，明星跟店非常厉害，有潜力有粉丝的新人很多，接下来就辛苦你看看新的代言人了。好，张副总，这次的营销方案和代言，我想换一种方式。好，你说。我们想的是用这种方式来。你去挑一个有潜力、长得不错的明星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。你要是敢跟他瞎说什么，我早晚抽你嘴巴子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说你在上学的时候，兜里和书包里都装了女孩子的短裤啊，还有黄色书籍。你猜白茉莉当时什么反应？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就是有点不舒服。不舒服？任松在不在那边？先去医院。不是那种不舒服，是心头有点不舒服。烟瘾犯了。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刚从领域出来，就你好朋友这里。是不是夏总又怼你了？他说了任何关于我的事情，你都不要信，那是污蔑，是陷害。他没说你什么。好家伙，那个老六炸我！我是怕你相信他瞎说的，那我不打扰了，先挂了。莫名其妙。这幅画是薛无忧大师晚期的作品，我也是帮人代售，价格偏贵，可谈性不大。不过本店支持真品鉴定，假一赔10。那就他了，麻烦娄老板装裱好以后派人送一下，回头我给你发个地址，到时候我会结清尾款。没问题，那慢走。哎呀，宝贝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是不是要请我吃饭呢？哎呀，你要是请我吃饭，你给我发个位置就好了，怎么还亲自来接我呢？分明是来接我的，哼，我都没有这样抱过他。去年齐爷爷过生日你就送的花，今年又送花。我也不知道选什么，我爷爷就好这个。哎，你知道这家画廊的老板是谁吗？谁啊？娄大公子啊！哎呦，太帅了，就是腿不太好，得坐轮椅。可惜了，一代巨星的陨落，商界的损失啊。齐医生，我听到了啊。娄老板，你原来还知道我的呀？听人提到过。啊，那还真是我的荣幸啊！那就不打扰娄老板看店了，
祝楼老板早日康复，到时候麻烦楼老板准时把这个画送到我的位置。哎，宝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最近新开了一家店，特别好吃。走，我带你去。怎么了？啊！宝，你要是喜欢帅气的男人，我给你介绍呀。他，不适合你，而且他腿都瘸了，他们家水很深，选他不明智。走，咱们走。晚了。什么晚了呀？他是我老公啊！啊？石念啊，你没有在开玩笑吧？他没有开玩笑。念念就是过来接我的。这不是刚脱离一头不听话的猪，又撞上了另一头猪吗？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现在季少恒还在大张旗鼓的筹备婚礼，萧家没有回复消息，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懒得搭理那条疯狗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？说来话长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请你和念念一起吃个饭，就当是初识，顺便你们也可以好好聊聊天。哎呀，愁死我了！念念，你都不了解一下对方，就把自己给嫁了？一个人是了解不完的，况且娄先生其实还不错。是不是你们娄家逼念念嫁的？哦，算是。就这没了？他都逼你嫁给他，你还说他人蛮不错的？说到底是萧家理亏。再说我已经和萧家断了。你就用这段婚姻换跟萧家不再来往啊？对，或许不可能完全不再来往，但我总归是不再欠任何人，不欠任何恩情。从今往后，我只为自己而活。放心，我既然娶了她，那我这辈子都会对她负责的。哼，你对她负责？你怎么对她负责？娄大公子，你看看你自己，出门要人推着，做什么事都要人伺候，你都这样了，你还怎么照顾念念？还有，你弟弟娄岭撸了你的职位，把你赶出了公司，万一他哪天要是心情不好，对你下手怎么办？你怎么保护他？你能跳起来打娄岭吗？还有，你到现在都没有公布结婚的消息，你不就是害怕被报复吗？念念跟着你没名没分，所有的委屈全让他咽了，这就是你对他的好？首先，我只是轻微骨裂，并没有惨。1个月后就能进行康复训练，半个月就能恢复，这不是什么要命的大病。其次，娄岭他是我弟弟，这辈子都是，他不敢在我面前跳的。至于没有公开这件事情，我相信我迟早有一天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念念是我妻子。你不是瘫痪了，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吗？我可没说。外边的传言，果然从商的人心都脏，全都是计谋布局。娄老板，你真的会对念念好？已经29了，遇到一个家人不容易，我不对她好，对谁好啊？哎呀，你这么说，我心里就放心了。反正你比那季少恒说的好听，那季少恒是连说都不肯说。娄先生对我很好，也很尊重我，比起以前，我觉得现在很轻松，很自由。念念，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以前可是从来没有听你说过谁的好话，每次问你都是还行，还不错，还可以，
可惜我是神经科，不是精神科，不然我高低给这季少恒检查检查，他心理方面是不是有毛病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提这糟心玩意儿了，影响着胃口。赶紧炫饭，咱这儿这么好的美食，咱可不能辜负了呀，影响着胃口。尝尝这个，来。娄老板，你不是说你请客的吗？我归他管。换个思路想想，我把财政上交了，他就更不可能不管我。今晚回去就上交存款。没想到大总裁原来还有这一面啊！已经不是总裁了。这娄老板也是个奇人，竟然舍得了千秋大业。这娄希燕该不会是趁着这次受伤故意退下来的吧？人这一辈子，为什么一直要执着于巅峰呢？也是啊。你怎么还没休息啊？我现在听你的，每天都坚持午睡，现在一点也不困。我可能还需要一会儿。这个方案倒是挺新奇的，之前没见过。没出现过的都是挑战，但是同样也更有风险。商界就是这样子，如果不接受改变，那迟早会被淘汰。各行各业都这样。我现在有个方案，更冒险。我保证不吐露半个字。这个方案是挺大胆的，不过我这还有个方案。要不我推你进去睡觉？等一下，这个给你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的存款。你把你的存款给我干什么？他们说把存款交给老婆，可以让老婆更有安全感。有这事？他们肯定是骗你的。给你，你就收着。我注销了所有的副卡，只有这一张了，里面有点钱，以后每个月都会定期打一笔进来。我没弄过这个呀。我的意思是，让你管我。你还需要人管？要的，要你管。你是我老婆，你不管我，谁管我？那我尽量把你管好。谢谢你昨天熬夜给我的建议。这是送我的？念念，你知不知道送男人腰带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是要拴住男人的下半辈子。是真有这个意思，还是你忽悠我呀？怎么了？你是我的妻子，拴住我的下半生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反应这么大，怎么以前送过别人？没关系，你不知道他的意思，那他肯定更不知道。幸好季少鹏是个瞎子，不然哪轮得到我？好了，昨天没休息好，今天我早点休息。他这是在心里接受我了吗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
没干什么。那你早点睡。等我好起来，我要把自己最好的状态给你。老板，你的咖啡。这次销售，我提议不让齐丽的产品进入头部主播的直播间。我认为，池总监，你现在是让账号的粉丝涨了，但是后续的发展还都是未知数，我们也不知道后边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。区不到1000万的粉丝，就想抛弃头部主播，你想想我们的损失能有多少？池总监，我们知道你想法很多，但请先将目前的事情做好。还有10来天，我们的新品发布会就要开启了。执念，做人不能太贪，你有野心是好的，但你只是在齐力上班，这儿不是你的公司，这么多高层和股东的利益，不是陪你闹着玩的。辛总，我看这个会就开到这儿吧。好，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儿吧。张副总，送一下各位股东。好的。执念，你留一下。执念，按照你的方案，你有几成把握破这个局？7成。7成靠人为，3分靠天意，也靠人为。我追求刺激，也求稳。所以你其实还有别的后续挽救方案。不到3小时，涨粉300万，点赞100万加，评论也是100万加，不少私人保护区、官方账号都在点赞转发，甚至还有官媒点赞评论坐等后续。我们现在回应吗？继续沉默。好。念念，今天谢谢你的礼物，爷爷真的好喜欢啊！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？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更何况姐爷对我那么好。哎，那楼里还蛮有心的，今天亲自给爷爷贺寿，还送了礼物呢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走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啊，那你路上慢点儿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你明知道今天念念要过来，你还把那季少恒弄来干什么？怎么了嘛？他们本来就是未婚夫妻，季少恒现在正在筹备婚礼，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不可能没新娘嘛。积累姻缘，这是功德。我看你就是个缺心眼的东西。你就活该，傻子。正常猜就行。陈念，是我呀，谈一谈。这人真是烦人啊，真是阴魂不散。无理，他不是早走了吗？有病！你怎么在这里等我？怎么样？今天齐家晚宴过得愉快吗？齐老爷子对礼物还满意吗？那份礼物很贵重，齐爷也很喜欢。他听到是龙泉印泥的时候，感动的不行。之前在画廊的时候，我就听齐小姐、齐老爷子喜欢张印，我想着应该不会送错吧。让你破费大了。这样一来，你跟齐家的关系就更紧密了，到时候对你的工作百利而无一害。好。还有什么事吗？你老公这么厉害，不应该给点奖励吗？你想要什么奖励？亲我一下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样。抱歉，刚刚吓到你了，不该你道歉，是我的问题，我以后会克服的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昨天这个视频也爆了，网友正在求另外2个视频的后续呢。这都是为了接下来的新品发布会做准备。守护2明天发，爱2后天凌晨发。那我们换下一个。喂，发吧。
哎，迟念，哎呀，原来你跑到齐地来上班了，萧家也不回了。哎，你为了躲我，不至于玩得这么绝吧？哼！哎呀，如果所有人都知道石大总监是个小偷，哼，那齐地还容得下你吗？现在全网寻找的你，会不会是为了找到你骂你？那你在齐地做的一切，会不会是一场空？哎，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嘿嘿，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跟那个楼脸勾搭上了？你要是不会说话的话，我不介意给你几个嘴巴子，教你怎么和人交流。你也别跟我闹了，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。4年都过去了，这点坎对我来说算什么？回到我身边吧，咱们婚期如期进行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再也不见男主了。还有那个相册的事儿，我不追究了。前未婚夫哥，你知道诽谤罪是怎么判刑的吗？不是，你说我诽谤，不是你有证据吧？那你说我是小偷，你有证据吗？那个相册，你敢说你没有拿？当时除了你去过我那儿，除了你还能有谁啊？反正监控我早就删了。男人嘛，为了女人用点手段也是无伤大雅，日后说起也是为了爱，兴许他还会感动。这么久，你的话术还是没有变。你说的视频是这个吗？你说的视频是这个吗？你怎么有这些视频？我不打无准备的仗，你能来找我，说明了2件事：第一，你已经看过了监控，但你还是选择污蔑我；第二，你已经删除了监控，打算死无对证。4年的时间，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恶毒啊？你早就知道了。揍你那天，我就已经让大哥搞到了监控视频，我要防患于未然。季总，你当年污蔑我养父的事，我说过这一笔我给你记着，你放心吧，我没忘。我这个人一向贯持和气生财，但你不在这个行。执念，罗成还说的真对，养条狗喂4年都喂熟了，怎么就喂不熟你这白眼狼是吧？回来了。你下地了？不是说还有1周多才能下地吗？哦，因为以前有些叛逆，经常为了工作不在乎自己的身体，所以医生给我多预留了一些时间。不过现在腿还需要好好康复一下，到时候还得去复查。你生日？啊，不是，庆祝的。我不知道你下地了，没给你准备礼物，我下次给你补上。可不止庆祝我一个人啊！我最近一直在关注你，看到了你的策划，很精彩，很创新，别出心裁，是花了120个心，所以我们一起庆祝它的完成。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娄希燕，身高192，体重86公斤，目前娄家排行老大，
经营着一家画廊。虽然说我现在身体有些不太健康，但也在积极恢复治疗。以前工作可能会带来一些劣性，但我也在努力改正，争取做一个阳光开朗、情绪稳定、爱生活、会生活的好男人。我现在的心愿啊，就是做你进可攻的矛，退可守的盾，做你温暖的生活港湾，好好的呵护着你。你为什么会这么说？我只是想让你好好的了解我。我感觉我腿好之后，你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你放心，我只是腿好了，我永远都不会变。你可能有很多问题想问吧？你问，我不会瞒着你。不会有隐瞒吗？那我倒真的有一个想问的。为什么是我？娄家家世了得，娄大少爷的未婚妻如此挑衅并逃婚，如果我是娄家的人，不给萧家是手段，那就算我善良了。更何况萧家没有第三个女儿，你从一开始看上的就是我，对吗？我想知道我对你到底有什么用处，能让你咽下被退婚的侮辱，和我结婚。你还记得在画廊第一面之前我们见过吗？我们在画廊见过吗？其实我们在那之前还见过一次。那一天正好我从老宅回到画廊，路上烟瘾犯了，就让任松去过去买烟。结果在路边我可看到一出好戏了。我看到一个傻子将一个柔弱的女孩推倒在地，那个男的绝对是故意的，脸上得意洋洋。起初啊，我以为那个女孩只是眼睛瞎了，遇到一个这样糟糕的男人。可下一秒他就让我认真了，那个女孩竟然把那个男人摁在地上狠狠地捶打。我当时瞬间觉得那个女孩可真帅，我的心也在那一刻突然狠狠地跳动了一下。没想到你竟然目睹了全过程。那一刻我很久没有波澜的心跳突然有了很多的起伏，可能这个就叫做一见钟情吧。当时我可是帮你狠狠地在心里骂了那个男的一顿。2个小时之后，我收到了季家退婚的消息。我在照片里看到你的身影，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太巧了，我甚至有些幸灾乐祸。我就赶紧让娄家给萧家发出了消息。我知道你们女孩子都经受不住甜言蜜语，所以我就趁季少恒已病要他命，将你留在我的身边，断了你和他复合的后路。念念，你值得更好的，比如我。我承认这样有些不太光明磊落，甚至可能有些小人，但我不想错过一个让我心动的女孩，特别是机会在我面前。如果我还把握不住，那我会后悔，会遗憾。我怕以后再也遇不到一个让我心动的女孩。这件事情我没有想瞒着你，一直想找机会告诉你这一切。我抢你留在我身边的事情并不光彩，但除了这一切之外，我没有任何事情是瞒着你的了。娄希，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我也有很多不堪，希望你未来发现的时候不会后悔今天这场冲动。念念，我是你的避风港，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跟我说。念念，我知道你会把自己藏在厚厚实实的伪装里面，但是我也相信我可以用我的爱将你融化。你只需要试着相信我，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美好，以及我会做你一辈子生活的港湾。公司的发展讲完了，接下来由我们产品部的同事为大家讲解介绍新产品的理念和使用，以及无美颜无滤镜的实用教学。下面有请池总监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福利，也满足大家一睹池总监风采的愿望。大家欢迎池总监。大家好，我叫池念，寒雀思极树，动池念乾林的池念，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认可。
很感谢大家的厚爱。今天我们先为大家放出一波福利，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诚意。这波福利不是什么优惠，而是免费赠送，可能是新品的试用装，也有可能是之前的正装，共计2万套。是的，白送，1分钱都不要，就当是我们齐力为大家准备的福利。运费，我们有合作的快递公司，费用由齐力承担，每人限购1套。如果真的抢不到，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。欢迎大家来齐力的线下门店体验购买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欢迎大家来回购，希望给大家带来满意的体验感。我们用心做产品，大家负责检阅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反馈。好了，运营那边做好了上架，马上上来，2万份，祝大家好运。池总监，2万份没了。2万份？是的，2万份没了。这个真送不了了，2万份是齐力所能承受的极限。望大家海涵，不如我陪大家聊聊天怎么样？聊产品，聊齐力。聊聊题吧，我题还没做完呢。如果在我的知识接受范围内，也是可以聊聊的。感谢大家的捧场，我真得走了，等会儿还有一个会要开，大家也差不多都散了吧。下次我们新品上市再见。新的方案做出来了没有？不是，你究竟还让我等多久？项目延误，你知道后果吗？季总，对方没有跟我们续约的打算，项目做的再好也会被打回来的。胡说八道！你没能力就说没能力的话，做不出来，趁早收拾东西滚！我这就准备去辞职，请季总稍等。不是，白夜，你他妈是不是故意的？是不是池聂让你这样做的？我挖你了。池总走后，我们就断了联系。季总，你就没有找找自己的原因吗？现在不愿意和我们续约的合作伙伴，都是当初池总谈下来的。人家为啥现在不愿意继续和我们合作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不是你是不是蠢啊？你看不出来这是池聂故意针对我们吗？要不是他打招呼，这些人怎么可能不跟咱们续约？池总没有那么无聊。妈的蠢货！池总，他妈他早就不是了！你们看啥呢？去工作！既然不想放假休息，那就去凤城出差吧。凤城风景好，我们打算在那边开一家工厂和分公司。你在这方面有经验，所以我想让你过去考察考察，顺便散散心，放松放松，全当是公费旅游。好，我去。正好好久没有去过凤城了，那我就先下去了。好，你怎么这个点过来？休息了？我明天要出差。出差？去哪儿出差？能不能让我陪你去？不用，我还有一些事要处理。下次要是再出差，带上你。好，那我一会儿下班来接你。不用，到时候又是2部车，麻烦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先开你的车送你去上班，然后我再开回来，下班的时候再开你车来接你。你不怕被人看见呀？从来没怕过。怎么，我很拿不出手？听你的。陈念，陈念，季少恒，你要是有病，我不介意帮你介绍医生。别闹了，我这也是诚心过来跟你道歉的嘛。你做的那些事儿我都知道，我都不计较了，这还不行吗？你让你以前谈的那些客人不跟我续约，还让你的人从公司离职，你的心眼咋能这么坏呢？切，我不是不小心冤枉了你一小次，你至于这么报复我吗？这些行为我都不跟你计较，但大后天的婚礼你必须参加，咱们言归于好。去结你的婚吧。执念，你究竟还要干嘛？
只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呀。你不在，那婚礼咋进行啊？你自己作的，你自己收场。你不要逼我。你试试，你真当我那些关系网是白搭的吗？不是，你就非要让我出手是吧？那也是你自己作的。行，要断就断得干净一些，去把你以前送给我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自己去拿走。我不想再看到任何跟你有关的东西了。丢掉就行。丢了，我碰都不想碰，觉得恶心。你搭建的那些关系都他妈男的，谁知道你是靠什么肮脏的办法搭建上的？我觉得脏，现在马上去把那些肮脏的东西给我拿走，否则我就让人收拾好了，丢在这齐丽的大厅里。行，正好那些东西送给你，我也觉得糟蹋。戚总开门，戚总开门。念念，我到你公司外面了。娄先生，石总监他不在。回头我给他发信息。娄先生不是的，石总监来戚总这里拿东西，戚总把我骗出门后把门关上了，石总监还在里面。地址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好不容易到我这儿，你以为我能那么容易的放你离开吗？季少恒，我看你是找死。我知道你力气大，你进门的时候有没有闻到一种我提前为你点好的香？都是你逼我的，婚礼上怎么能没有新娘呢？都是你逼的！放开我！我都已经道歉了，你还要怎样？就是因为你勾搭上了楼林，想把我踹了。我没那么好欺负。这4年没有碰你，是因为我尊重你。没想到你到处勾引男人，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今天，我就要把父亲该做的事全做了。我已经装好了监控，你就乖乖做我的新娘。快来！妈的，敢打我！大少爷，我来。去你妈的混账东西！念念，念念，念念，是我，罗希夜。娄希，我好像闯祸了。别怕，我在。念念，你留下收拾，让他坐牢。好。刚才检查过了，没什么大碍，只有小手臂一处玻璃划伤，不深，也不用缝针，因为吸食的一些药品需要输液，输完液就可以出院了。石总监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辛苦了。应该的。今天多感谢你了，这里有我在，你先去忙吧。你垫付的医疗费，我会双倍补偿给你。那我就先不打扰了。疼吗？疼，怎么会不疼呢？长这么大，就没人照脸呼过我。
对不起，当时是我昏了头，要不你打我，我绝对不躲，也不还手。你把我当成季少恒那个混球了吗？不是。放心，我不会打你，也舍不得打你。一个巴掌而已，我一个大老爷们还撑得住。你别怕，你没惹事，有事老公给你担着。我是怕我伤了你。如果你在意这件事情，那我就罚你，以后都不准再提这件事情。或者你就当我做错了事，惩罚我。我没意见。当时他故意骗我去收拾东西，没想到我还是中了套。当他对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只能让自己变成一个疯子，对他下死手，有时候甚至恨不得自己真的这么恶毒，把他杀死算了。念念很勇敢，没有做错什么。季少恒那个混球，他会付出代价的。家属签字。罗先生，这边建议给池小姐找一个心理医生。如果未经允许就直接把心理医生叫来，恐怕会适得其反。这个事不能我说了算，否则念念肯定会觉得他有问题。警方在焚香内检测到了致幻和安眠类药物，而且季少恒在房间内安了监控，证据确凿。只不过他现在在重监，需要等他好起来才能追究。季家已经开始找关系，应该是想私了。不予私了。明白。要不然你请假休息几天，别去出差了。没事。那要不要我陪你去？不用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去处理。带上你，我怕顾及不到你。就这一次，下次你叫我去哪我就去哪，好不好？那记得带上助理，至少让我放心一些。我知道。我以为你睡着了。没睡。你的腿好了吗？是康复了。我去复查的时候没跟你说吗？你不是说等你腿好了就要我吗？我不想勉强你，怕你不舒服。可我想要你。念念，我念念，放松点儿。念念，别勉强。要我就现在。今天晚上我尽可能想办法的取悦你，但你似乎并不是太高兴，怎么也投入不进去。你的配合只是为了满足我而已。如果未来都是这样，这和泄欲有什么区别？你那个时候的行为像是破釜沉舟一般，不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。你是在乎我的，想要满足我，是不是也证明你的心里其实是装进了我？
嫂子，听我哥说你来出差，没想到也是来凤城。你也是来参加商业会的吗？不是。哦，那嫂子，你要有什么事就联系我，我会在这待个10来天。对了，我加你个微信吧。我等会儿把我电话号码发给你，有什么事记得找我。娄总你好。啊，梁总好，梁总好。娄总慢忙，先告辞。好，嫂子再见。娄总，那位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短视频平台上很火的池念吧？是他。没想到池总监都火到凤城了。凤城有2家老牌企业的产品在吉利直播间被提过。池总监是个有大格局的高人。我也觉得池总监是个奇才。走吧，梁总。行。还好，放心吧。啊，是啊。啊，阿姨你好，这是一位年轻姑娘送给你的，她有急事，已经走了。谢谢啊。哎，啊，婉婉，这都是谁送的呀？还全都是我喜欢的口味儿。你看这芒果，还是精选的小台芒。这段日子来送花的大多是百合，但是天堂鸟从来没有人送过。这是老爷子最喜欢的花，难道是？婉婉，这个呀，可能是哪个生意上往来的人向连川打听了您的喜好，大概呀，也就是奔着和连川谈生意来的。连川，今天你爷爷收到了一些礼品，对方送的东西全部清楚你爷爷的喜好。哦，对了，还送了一束天堂鸟，我怀疑是……怎么可能？如果是小念，你们还认不出来吗？他没露面，东西是护士送进来的。我知道了，我有办法知道是不是他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，请查证后再拨。妈，是池念送的，先别告诉爷爷。他不愿见我们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我想他现在应该过得挺好的，我们也就别打扰他了。那这次合同你先看一下，有什么不懂我们再说。你是还没跨过那道坎吗？我要是跨过去了，就不会来桑姐你这儿了。就不能来找我喝杯茶吃个饭？这些年情况严重了，还是影响到你和另一半感情了？暂时显现的还不是太明显。平日里我能克制住自己，但有时候我真的控制不住。和你老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连这种时候都要保持清醒，长久下去你精神会崩溃的。我不敢，我总觉得我是个变态，会吓到人。怎么会呢？如果你都不能在你老公面前卸下防备，那未来还有几十年的朝夕相伴、肌肤相亲，你总不能一直这样隐忍。且不说你到最后精神冲破临界点可能会疯，你的另一半也会察觉到的。桑姐，真的治不了了吗？
你这个是天生的，跟后天环境和经历没有任何关系，说起来都不能算是心理范畴。执念，你要正视它。皮肤饥渴症的人这么多，并不代表你就是病态或者心理有问题。如果你始终认为他是病态的，那么长久下去，你就真的可能发展成病态了。夫妻生活是私密的，两方愉悦最重要。如果你连这一点都要隐藏克制，你会累的，你的另一半也会累。当然，你的情况要更加复杂一些，轻微的暴力倾向的确治不了，但也不能说是一无是处呀。或许是夫妻生活的增加剂呢？会吓到人。他是一个温柔、优雅、绅士的人，我一旦失控，就会发疯。前几日还因为一些事情伤害到了他。那他责怪你了吗？没有，就是没有，我才更不安。他既然没有责怪你，说明他是爱你的。爱是包容的，可以包容一切的不完美。你刚才也说了，你的先生是一位儒雅的贵公子，这并不妨碍你们在夫妻生活上更加疯狂刺激一些呀。如今的时代不像曾经了，情爱才是维持婚姻的刚需。我的建议是，正视问题，允许它的存在，而不是一味的隐忍，需要拿出一副老娘才是全世界最正常的心态去对待。桑姐，我先走了。行，那你慢点。执念，回凤城这么久，真不打算跟我们相认了？如果你说是，我现在立刻就走，也不会告诉爸妈。哥，啊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我去个洗手间。你最好是有重要的事情。哥，一个坏消息和一个更坏的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一个一个说。我在凤城，你知道我刚看见什么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不准做任何事情。要是让我知道，我有你好看。这2个月相处以来，我绝对信任执念，而且他不是敢做不敢认的性格。无论什么事，我都要听他亲口说。念念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妈，你看谁来了？念念，念念，我的念念。你终于肯跟我们见面了。这么多年，你过得好吗？妈，对不起。傻孩子，这又不是你的错。让妈好好看看，我的念念变了没有？妈，今晚我有个推不掉的酒局，念念，今晚就住家里，明天哥哥陪你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去吧。念念，爷爷，我回来了。好，回来了就好。哎呀，念丫头回来了就好。以后啊，要多联系，有空了也要回来走走。好，爷爷，哎，我给您拿个芒果。哎，楼总，走。
我出来奉承，敬大家一杯。这酒不错啊。哎，是啊。娄总，娄总，娄总，您认识那位？不认识。那谁啊？凤城商界的新贵，这几年才起来的。凤城如今排行前3的王老五，叫什么池连川。池念也姓池啊？不会吧？这个池家是不是丢了个女儿啊？原来娄总您也知道这回事啊！池家以前的丫头可厉害的紧呐，脑子好，被封为凤城的天才少女，上过很多次新闻报纸了。结果说什么不是因为池家的血脉，被他亲生父母给抢了回去。这事儿当年闹得可大，连池家都差点没了。展开说说。就是他亲生父母找过来，想要将人认回去，没想到这丫头就想留在他养父母身边。后来他亲生父母先是一纸诉状，说池家有倒卖人口的嫌疑，后又在凤城商界将刚起步的池家路彻底给堵死了。这丫头知道后啊，去找他亲生父母理论，结果那家人安排了记者，他亲妈当众给他跪下求他回去。不过那丫头啊也是骨子硬，以死相逼，说什么就算离了池家，他也不会回去享受那千金小姐的福气。结果他亲生父母就威胁他，要是他不回去，凤城商界不会再有池家一点位置。最终啊，他就妥协走了。这家人也是真不做人，回去没多久就给这丫头订婚了。嘿，好在这丫头也是争气，前些日子给一家化妆品公司做营销策划，给直播行业和策划行业带来一场新的革命。哎呀，是啊。我先试杯甲。你们先坐啊。池总，你好。娄总好。池总应该已经见了池念了吧？怎么，池念没跟你们池家说起我们娄家吗？是这样，我呢得管池念叫一声嫂子，就算是我哥在这儿呀，那也高低得敬您一杯酒才行。嫂子？4个小时了，池念一直没有回消息，现在连电话都关机了，到底什么情况？中午饭都没吃，硬生生练了4个小时，你没晕倒啊？都是你身体素质好。行了，休息一下。1、2、3，结子。哥，我错了，那男的是嫂子他哥，我罪过，我回去跟你父亲请罪。我错了，哥，你回个消息，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我真不知道池念以前生活在凤城，我的亲哥嘞！我回来之后，你轻点揍我行不？哥，我请你大舅哥吃夜宵呢。喂，哥，池总就在我旁边坐着呢，把电话给他。好。我哥，我是池连川，池念的大哥。你好，哥。我是娄希燕，是念念的丈夫。首先很抱歉用这样的方式给你打电话，我保证下次有时间一定拜访。哥，首先很感谢你们将念念培养的这么优秀，让我拥有这样的妻子，简直是三生有幸。你爷爷和你哥都说，你肯定还会回来的。
这房子呀，一定得给你留着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酒会不是早就结束了吗？知道小宁在家，回来这么晚。就是，我有一个饭局推不掉啊。谁呀？楼林，他非得请我吃宵夜。我还跟他哥哥通过电话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跟楼家交接上了？不是我，是小念。小念还没跟爸妈说。我结婚了，丈夫是娄希燕。小念，那个娄希燕她……哎呀，爸，那些都是假的，人兄弟俩关系好着呢，而且罗希燕的腿早好了。真的？小念，哥哥送你的。我邀请娄希燕来凤城做客，她答应了，你没意见吧？谢谢哥。夫人，您理理大少爷，他疯了，一狂虐自己3小时。抱歉，我今天下午偶遇了我哥，忘记看手机了，不知道手机没电关机了。没关系，我已经跟哥通过电话了，他很好说话。你喊哥了？我肯定得跟着你一起喊。好啊，他居然敢偷拍我。听任助理说你在健身房里待了很久。毕竟要好好健身，防止身材走样变形。你在意这个？我当然在乎了。最好的身材和最优异的身体素质，才能留住自己的心上人。来，希燕，尝尝凤城的凤茶。小念，念念，念念，昨天咱哥邀请我吃饭，我就答应了。我想着应该早点来跟他们拜访，结果连夜赶过来。没告诉你啊，是想给你一个惊喜，不会生气了吧？你昨晚给我发消息的时候，就已经在凤城了。那倒没有，那会儿还在家呢，准备出发候机。那你怎么没有和我说要来这里？这不是太晚了，怕你等吗？嫂子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念念，你都不知道，希燕他们俩出现在咱们家的时候，我都懵了。这昨天晚上才跟你说邀请希燕来咱家做客，没想到这一大早他们俩就出现了。妈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去吧。希燕，当年的事儿我们没怪小念，但是他觉得他太固执，才造成了那些后果。他去医院看了爷爷，也去墓地看了奶奶，但就是没和我们见面。要不是那天给爷爷买水果偶遇，估计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跟我们相见了。希燕，你知道的，池家和萧家还是有差距的。攀附之名对于我们来说无所谓，就是怕给他带来麻烦，让他以后的生活更加艰难。念念和萧家已经断绝来往了。什么？大哥，有事吗？季少恒是不是对你做了什么？发生了一点小事。季家就差跪下来要求我们私了，你管这叫小事儿？他是对你动手了，还是……大哥，这件事我已经处理好了，没事。执念，念念，你是我妹妹，哥跟你说过，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跟哥说。大哥，我真没事，受伤的是季少恒，不然这件事我也不会私了。我
我老公也不会放过季少河。念念，娄希燕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为难过你？没有，他对我很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啊，念念，今天晚上有事吗？一起吃个饭。就我，没别人。你和娄希燕一起来，哥不会给你添麻烦。我没在临京。你出去了？在哪儿？凤城。当年我要是多问一句，就不会帮我妈安排记者，就没有后面那些事儿了。你跟他们也还好吧？他们还好吗？你跟他们都好吗？很好。没事就好。季家这边我们不会替你做主。知道了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在说你坏话呢。我哥才不会说我坏话呢。对，在夸你呢。我给谢燕说啊，家里头有一整面墙，那都是你各式各样的奖状，还有一个柜子，放的都是你曾经各式各样的奖杯。念念，你怎么从来没告诉过我，你以前竞赛获得这么多奖杯啊？你又没问我。好，是我的错，怪我没长嘴来问你。走吧，走吧。妈，爸，走了。哎，好。季燕，怎么样？那地方第一次来，感觉怎么样？很抱歉，当年给池家带来那么大的麻烦，我本来没有脸面见你们，但是萧家始终欠池家一个道歉，也很抱歉给你们和念念带来这么大的伤害。我就不打扰你们相聚了。小念，回临京的时候再告诉我。等等，萧先生，既然来了，那就是客，晚上一块儿吃个晚饭吧。这些年心中一时有愧，早该来的。过去的事情就没必要再提了啊。算起来呢，也真的很感谢萧先生这几年在商场的几番让步。来，感谢啊。是啊，希燕这身体刚好，能喝那么多吗？他自己有分寸。他呢？秋妍在学校呢，大三了。他平常也不怎么回来，多半都是我们去学校看他。多好。小念，哥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昨天听到你跟娄希燕结婚，哥认为你可能还会受委屈。后来我跟他通了电话，觉得他还行，没想到今天一大早他就杀到家里头来了。经过一天的相处，我觉得他真的挺不错的。哥祝福你，希望你一直幸福下去。谢谢哥。早点休息，那我先走了。秋妍还好吗？昨天给他打了电话，他关机了，留了言。他可能在隔壁室，学业太繁忙了吧？好的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哥，我走了，再见。滚！川哥，那我走了，我哥就拜托你了，回见。放心吧，回去开车慢点。什么时候都不忘了耍帅。那你自己去玩。我一个人能怎么玩啊？
况且我都来凤城了，你也就是5、6天工作量，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去。我怕我太忙，顾及不上你。我这么大个人了，又不需要你抱着背着，你不用管我，大不了我给你当司机，每天接送你。你就带他一块儿吧，他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一个人多无聊啊。行，还是咱哥说话管用啊。你买车了？哥哥送的。当初大安小念20岁的时候送他一辆跑车，没想到到现在才完成这个心愿。原来你经历了这么多，难怪那次画廊初见，你能那么波澜不惊的说出那样的话。不用管他，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就行。好。大量用户发现商城商品已经全部下架，无同款应用推荐。这个项目跟进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东西和它一起规整一下。好。我工作忙完了，要不要带你到处逛逛？这2天你陪我到处跑，都没空搭理你。好啊，正好我也去看一下奶奶，给她送一束花。走吧。天堂鸟是爷爷和奶奶的定情之花，也是他们俩最喜欢的花。奶奶，我是娄希燕，是念念的丈夫，我会好好珍惜她的。如果您在天有灵，请保佑我们余生安稳。石总监，好巧啊！好巧。这位娄希燕，我丈夫。白夜，我在宝拓的助理。白先生，你好。娄先生好。你也来凤城出差吗？我辞职了，旅游来到这里。你工作能力那么出色，经验又丰富，不愁工作。等你休息好了，再慢慢找。谢谢石总监。哎，我知道那边有家小吃不错，二位要不要一起？不用了，我们刚吃过，还要去消消食，你慢慢吃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我跟你说那家店，这才像个对象呢，吃钱的什么玩意儿？一个被惯坏的富二代，还玩高高在上的总裁风范，可笑。你之前出差前说有事情要跟我说，是什么事啊？明天回家再跟你说。这大街上不太方便。是私密的事情？比较隐私。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。你回凤城的前一天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进健身房待了4个小时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了我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很好猜啊。那天你给我发消息，我没回；你给我打电话，我手机也关机了。你是进健身房之前给我发的消息。娄凛当时在凤城，他在酒会上和我哥打了招呼，事后还请我哥吃了夜宵。你跟我哥通了电话，中间有段时间我和我哥一直待在一起，所以娄凛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，和你讲了，所以你才怀疑？我可没有怀疑你啊！如果真要怀疑你的话，那我那天会直接坐飞机过来找你，而不是在自己家里憋着。你那天手机关机，我又怕因此产生什么误会，所以就只能把自己泡在健身房里，分散注意力。当时真挺难熬的，
但又怕冲动做出什么坏事来。哼，执念、信任很薄弱，你又是那种一次不忠、一生不用的性格。但我有独立思想，很难不遐想啊。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，你不要给我发消息了，直接给我打电话。妮妮，我这么做，难道你不生气吗？合理怀疑，人之常情。所以，楼林到底是在哪儿看到的我？他呀，那天看到你从心理诊所出来，以为你是因为季少恒的事情去看心理医生，结果一出来就看到咱哥跟你抱在一起，所以产生误会了。所以你不知道赤连川是我哥，你们都没有调查过我吗？你一不是我对手，二不是我仇家，我不会用这种方式去了解你。执念，楼家没有调查过你，从来没有。谢谢你，今晚我们不回池家了，住外面吧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不想要我？你这么缺乏安全感，防备心又重，你连在家里都不习惯，何况是酒店。如果你真想要，就忍忍，等回去之后给足你。楼希，你真好，为什么我没有早点遇到你啊？那你就惩罚我，惩罚我出现的时间太晚了，才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刚才说的事多劳费心了。放心吧，我到时候跟我爸妈说一下，应该问题不大。那就麻烦哥了，我到时候再过来看他，不能让他受委屈了。哥，我们得出发了。到了临京，记得给我们报平安。走吧。你要是忙就先走吧，我这边还有点交接工作。没事，我不忙，我在这儿等你，你去忙吧，不用管我。大少爷，您看，夫人走的头也不回，都不回头看你一眼。大少爷，要买烟吗？下车，今天继续给你放假。好。大哥，有事吗？你回临京了？我有朋友说在机场看到你。刚回来，刚在汇报工作，才看手机。晚上一块吃个饭吧，位置我都订好了，叫上你老公。今天就我一个人。行，我和西燕说。任助理呢？哦，我让他先回去了。对了，忘记问你喜欢什么花了，就俗气的买了玫瑰，赠家人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大哥打电话过来，喊我和你一起吃个饭，我答应了。好。取消餐厅预定。我去上个厕所。
娄先生，以后小念就拜托你了。她看着乖巧，实际性子执拗，我请求你以后多让让她，她是个很好的姑娘。哥，喊我名字就好了。念念是我的妻子，只要是她认的人，我都认啊。是不是我出去的时候，我大哥跟你说了什么？啊，没有。刚才送你哥的时候，我见过他的车子，他之前来过画廊几次，不过都没下车，应该想找我，但有什么顾忌？我会告诉他不要来打扰你。不用了，他过来找我，应该也是为了你的事情，所以不算打扰。走吧。养胃也开胃，尝尝。我一直以为你之前说照顾人只是说说而已。我也会做饭，手艺也还行。之前去凤城的时候学习过，技能多些总不会错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照顾好自己。我相信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姑娘绝对不会差。其实之前去凤城，我是有2件私事。其一，我是要去看望我住院的爷爷；其二，我是要去看心理医生。是什么病让你必须去凤城看心理医生？这个秘密只有桑姐知道，除了她，我无法和其他的心理医生交流。娄希，其实我有既斯饥渴症和轻微暴力倾向，这个是天生的，没有办法通过心理治疗介入。这个秘密没有人知道，在我正常的外表下，其实藏着的是一个变态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克制力很好，所以我想一直藏着这个秘密，但是有时候我真的藏不住。还真是。念念，你可吓死我了！我一直觉得你有什么心理创伤，甚至还想过用很多种办法治愈你。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？我是你丈夫，是你朝夕相处、亲密接触的人，又不是傻子，我早就从你的行为看出来了。念念，你看着我，其实你不用一根弦一直这样绷着，至少在我面前，你不用克制隐忍，连在我们欢好的时候都是保持克制情绪。我会夸你忍耐力很强，但我会难过，我会觉得你排斥我，这样不好。你真的不觉得我是个疯子吗？原来你在担心这个，你完全不像个疯子。我觉得你情绪很稳定啊，至少在我面前，你完全没有体现出暴力倾向。况且你也说了，那只是轻微的，并不算什么大事。而且，如果连殴打坏人都是疯子的话，那我希望全天下的女孩都像你一样，隐忍、善良、勇于反抗，这样才能好好的保护自己啊。至于你说的肌肤饥渴症，更加不是什么事情了。相反，我很喜欢你在我面前毫无保留的样子。我希望你在我面前更疯狂一些，这样才能让我这个丈夫骄傲自豪。念念，今晚
放下戒备，满足我的骄傲和自豪。哥，你睡了吗？我进来了。哎呀，哥，嫂子，你俩这好情调啊，都在这煮上茶了。喏，这是别人送我的，我又不爱喝，听说你俩回来了，特地给你拿过来。尝尝。哎，谢谢嫂子。还是这个好喝。都搞不明白，那应酬为什么偏要喝酒？许许你嫂子，她应酬就从来不喝酒。哥，这话你可不能说呀。那当初是谁喝酒都喝到胃穿孔了？要我说，你也应该跟我嫂子好好学学。没有，她瞎说的。哥，不用送了，都到这儿了。钥匙给我啊！哥，什么意思？钥匙给我，然后滚蛋。哥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我又没有随时来打扰你跟嫂子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我都结婚了，你还留着我家钥匙，多不像话。给我，让我赶紧滚蛋。哥，你连密码都改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影响你跟嫂子过二人世界了？知道还问？哥，你变了呀！等你结婚了，我看你会不会给家里人人手一把钥匙。那也不会像你这样。赶紧滚！念念，我把大门密码改了，是你的生日。啊。记得把头发吹干。好。等我。念念，今晚让老公好好服侍你好吗？念念，放轻松，我是你丈夫，我不会嘲笑你，更不会伤害你。我想要你在我面前沦陷，给我。我这样是不是太过了？我觉得一点都不过，相反，我很喜欢你的疯狂，生理上、心理上都很喜欢。我先去洗澡了，劳累的话就先睡吧。我听说事后扭头就睡，对夫妻感情关系不好。要这么说，是不是代表我能进你心里面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爱过，我不知道什么是爱，但是我知道你非常好，跟我那个傻逼前任比起来，你简直就是天上的神仙。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你不需要爱我爱得如痴如醉，如痴如狂，我们就互相信任，互相扶持，这样就好。
你知道我的事情，肯定也知道这个伤疤的由来，对吗？我让刘玲搜过当年的新闻，我看了那张照片，当时你胸口的衣服都被鲜血染红了。我讨厌被人威胁，他们都逼我，他们做那么大一场戏，跪在我面前，用舆论向我施压，既是在逼池家，也是在逼我，我当然不会让他们如愿。其实当时我没有想过真的要死，只是沈氏后来的一句：池念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就让整个池家给你陪葬。那个时候我忽然就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，因为我很清楚，没有几个活人能斗得过死人。念念，你别怕，以后都有我了。也是那个时候，我明白了权贵和势力的作用。我斗不过他们，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让我回家我就回家，让我订婚我就订婚。只是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增加了附加条件，我做的每一步都是在为了离开萧家做准备。夕颜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认我吗？因为他们觉得我比秋妍更能撑得起门面。我在凤城的时候表现得太过于优秀，他们不甘心这样的女儿落入别人家，所以宁可毁掉也不放过。偏偏他们又怕我太过于优秀，盖过了萧家大小姐萧天雪的风头，所以处处打压我。念念，你以后不要再怕自己被别人掌控，整个娄家都是你坚实的后盾。你让任助理帮我送一封邀请函去季家。好。你和其他少去聊天吧，这边我应付得了。你要相信白茉莉，你对她的战斗力一无所知。我跟你老公就在隔壁，看不赢直接喊我俩过来吓他。好。走吧。小年，好久不见了，最近还好吧？季董你好，听说你前段时间派人去齐力找过我，我也知道是因为什么事，所以这次邀约我就是来和季家表明态度。这件事我不可能和解。小年啊，过去4年季家对你不薄，叔叔很喜欢你，你阿姨呀也对你不错。你看现在就因为这点小事儿，闹的是大家很不好看呀！啊，难看的不是大家，是季家。这件事啊，对你没有损失。现在邵恒还躺在重症监护室，哎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那个，咱们呀各退一步，之后大不了不联系嘛。叔叔保证，从此之后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啊。季董不是要我宰相肚里能撑船，是要我的肚子里能装得下整个银河系啊。季家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季少恒一直躺在那里，要么他清醒过来承担刑事责任。要是我的话，就赶紧给他找个律师，争取少判几年。小念啊，你想想，咱季家这4年对你怎么样？想想啊。怎么，我对你们不好吗？你真那么绝情，要把少恒治了绝境？这4年的感情怎么说没就没了吗？哪里来的感情？季少恒对我怎么样，季董难道不清楚吗？季董和季夫人去季少恒那把南楚的相册拿走了，心里想的是什么，需要我说吗？季董很清楚，
季少恒对我根本就没有感情，现在来跟我打感情牌，是不是有点唐突了？哎，小年，那这4年你真的就没有爱过少恒吗？联姻连的是利，谈什么感情？谈利就好。等等，真这么闹下去，季家先让你身败名裂，就不想看看这个吗？就不想看看这个吗？这段视频如果放出去，不仅遭到世人的唾弃，身败名裂，萧家也不会再保你了。我看看，到时候我就成了过街的老鼠，人人喊打。对了，你也别想删除这段视频，备份很多，你是删不完的。视频里面的人不是我，AI 换脸而已。说出去谁相信？我告诉你，黄泥掉到裤裆里，不是屎也是屎，谁会相信你说的？啊！你现在背上了荡妇的名声，自己有婚约，还在外面乱搞。这相比之下，少恒对你下手的事儿，那是不是显得微不足道了呢？你确定要伤敌800，自损1000吗？小年，你听叔叔跟你说啊，你现在和少恒和解是唯一的，也是最正确的选择呀。叔叔是过来人，比你更懂得这世人的险恶呀。这女人啊，最重要的是名声名节，对不对啊？我觉得季董说的对。你好，我要报警。有人传播淫秽视频，还恶意换成我的脸来威胁我。回向咖啡厅，麻烦快点出警。哼，你疯了吗？季董要是动手的话，就是恶意袭击，罪加1等。你个阴我！既然季董这么着急进去，那我成全你。你去死吧你！找死的是季家。季董这招用的这么顺手，没少威胁过女性吧？剩下的你去和警察说吧，争取宽大处。你等着！季董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没事吧？没事，他伤不了我。还说你没有背着我们少恒乱搞啊？这是谁？季董说笑了。如果我和我的妻子都算乱搞的话，那贵公子企图对我妻子用强，又算什么？你说什么你？季董，介绍一下，我丈夫娄希。说起来还得感谢贵公子那日在大街上的所作所为，不然我看不到这么一出好戏，同样也没办法认识我的妻子。到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一定专门送一杯喜酒到牢里，聊表感谢。这是我要提交的证据。另外，季董说他还有很多备份，还有他威胁我的话，我也录音了，稍后提交给你们。不要！不要！喂，任松，马上让律师准备一份法律诉讼。走吧。你怎么知道念念一定会赢？这件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茉莉花，这些事你都没有跟你老公讲吗？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这都是你的光辉战绩啊！哦对，主要是有一次有人用这招对我妹妹讹钱，给我妹妹吓得不敢和家人说，但他信任迟念，和迟念说了。迟念呢是学法律的，于是他带着我妹妹去找搞事情的人，假意拿钱换东西，不仅将视频和 AI 原件全部拿到手，还暗中报了警。
在家里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这件事情被摁了下来。哼，茉莉花，今天中午没有别的应酬吧？我今天休息。行，那我把夏阳喊上怎么样？可以啊，之前一直说请他吃饭，没有空，今天一起，我和西燕请客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好。喂，夏公子，有空吗？请你吃个饭。白茉莉单独请我吗？他知道会不会打我呀？毕竟现在腿好了，他肯定会揍我。他是连狗都要踹的人。他在，齐大少爷在。行，地址发我。好。儿子，你放心，在你醒来之前，爸妈一定会替你摆平整个事情。就算他是萧家人，这事儿也必须要私了。妈绝对不允许你去坐牢。倘若池念今天还不撤诉，也不同意私了，那就先毁了池念再说。到时候池念私生活混乱的事情一出来，就算打官司，对池念和萧家的影响才更大，对季家和少恒的影响会大幅度降低。小恒，小恒，儿子，你还认得妈妈吗？医生，医生，快来呀！我儿子他醒了。哎呀！哎呀！你好，听说季先生已经醒了，我们来做个笔录，不会耽搁很长时间，请你配合。我儿子才刚醒，你们怎么能来打扰他？你给我出去，否则我一定投诉你们！李女士，这边也有事情需要你配合。医生已经告诉我们季先生的情况，我们有分析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都是我母亲干什么了？这得需要调查结束之后才能知道。但是你的父亲利用 AI 换脸技术传播淫秽视频，危害他人的名誉和利益，而且涉嫌威胁。现在证据确凿，已经被我们逮捕。现在我们需要核实你母亲是否已参与其中。完了，真完了！你们糊涂啊！怎么想到用这种方法对付池燕？这样的戏码在他那里就是上不得台面的小儿科。完了，即将全完。事情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？现在父亲都因为池燕被捕，一旦母亲牵连，即将等于全军覆灭。而这一切的起因，仅仅是因为一本被母亲拿走的相册，真的太不划算，也太荒唐了。好久没聚了。之前啊，阿燕最忙，我和景渊怎么叫你都叫不出来。就是，你现在再不跟我们多聚聚，多玩玩，你真的会失去我俩的。你以前一个人身在高位，一个人忙得分身乏术，我和夏瑶都能理解你。你现在都不那么忙了，也不理我俩，活该你没朋友。对对对，绝对啊，迟早绝交。你去和他们玩吧。茉莉花，你不去啊，他不会去的。妻管严嘛，娄家的遗传。哎，文茉莉，我刚给小兰发消息了，说你也在，他也来。喂，念念，你是不是要跟我哥他们去会所吧？你去不去？去的话我就去，你不去我就不去了。
行，到时候见。动快吧。念念，好久不见，你最近怎么这么忙？好几次约你都约不出。说，你是不是移情别恋不爱我了？哼，你跟我哥出来玩都不找我。偶遇的，真的不是你组的局？你哥相亲，我组什么局啊？你不该关心关心你哥？我都知道，他被人放鸽子了，谁让他一天老放别人鸽子，自作自受，该被食。我上次是真的临时有事才没去，我是那么没礼貌的人吗？活该你没老婆，跟我说干什么？走，我们进去。哥，嫂子，这么巧啊！我们俩刚跟几个朋友在这谈点事情。谢哥，夏瑶哥，我带着念念去玩一圈赛车，待会再来找你们。兰兰，你们先玩，我谈点事，一会儿来找你。罗总，耽误你几分钟，谈的正事。好，薇薇，再一圈。好啊，罗林哥，你可别想虐我，我技术可不差。哎，走，我们也去看看。季家要完了，宝拓那边也即将迎来动荡，你手里至少有17%多的股份，我建议你先下手为强。怎么回事？你对季家下手了？我本来只是想针对季少恒，但季家要作，那就一锅端了。如今消息还压着，我觉得你可以一举拿下，掌握主权，提前将损失降到最低。我近期没多少时间。石念，这回得换你帮忙了。宝拓的运营模式你比我更清楚，这单要是砸在我的手上，吴哥非得抽我不可。我知道了。对了，你提前将宝拓的内部结构和科技资料发给我。季家这件事情压不了多久，我们要赶在曝光之前将季家踢出局。你先去发起明天的临时会议，让他们知道宝拓目前的局势，有了危机感，他们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站队。你背后有玉家，他们应该会推你。行，到时候你就是我特聘的独立董事。处理完这件事，我就会退出。明白了。不过，你人手够吗？我去接个电话。你好，白夜。你要长期做私人助理的话，怕是启力那边困不住你。人嘛，总是要向上爬的。既然如此，你当初为什么还要在启力那种公司工作？我只是侥幸认识了你们几个，但是没有真正闯入你们所在的商业圈。有名气和实力是两码事。我所在的商业圈还是个季家对标的商圈，启力是我的舒适区，对我来说更加游刃有余。你有楼家做依靠，还怕这个？我更喜欢靠自己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会动用丈夫的力量。建议？倒也不是，只是有些事情我觉得靠自己会更苦。再说底牌这个东西，提前泄露就没有意思了。还得是你。来，以茶代酒，干。念念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。要不要送送你？好呀好呀，我还没坐过嫂子的车呢。你的车呢？我的迈巴赫停路边了呀。迈巴赫？怎么了，嫂子？你要是看上了，我送给你啊。不用，我只是忽然想起来，这辆车好像在路上跟过我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齐家生日宴，我还以为是齐少恒的死对头，没想到是你，多谢了。都自家人，不用谢。阿成说这是你要的。娄大少爷，晚上好呀。你好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不耽搁大家了。沈念记得路上开车慢点。再见，峰哥。
拜拜。怎么了？腰酸。那我给你揉揉。喂，石总监你好，我是白夜，我回临京了，想约您见一面。好，宝拓见。罗总组织这次会议，就是为了将宝拓集团的损失降到最低。过去的2年内，石念对宝拓的贡献，大家也是有目共睹。对的，石念对宝拓的营运非常的熟悉。现在呢，也不持有宝拓的股份，顾聘他为独立董事，协助全权跟进此事。就是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会不会有意见？如果有意见的话，可以提出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商量一下。说的对啊，有道理。你要去见季木然？得见。季少恒的股份肯定要不过来，但是以季少恒为筹码，和季木然谈还是有谈的余地。你要放了季少恒，你可千万不能放了那小子。你看我像是会吃亏的人吗？你来干什么？季董，我来和你谈笔生意。是为了宝拓吧？事情现在必定还被压着，没有公开。罗成为了帮你，接了你的股份，这要是砸在他手里，他在余家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了吧？毕竟就是个养子，前不久刚接手了余家旗下的公司，这出了这么大的纰漏，那余家对他的惩罚是免不了的。季董继续。你来找我，无非就是想要我手里的股份，帮助罗成在宝拓站稳脚跟，成为掌控者。我没说错吧？对，所以季董的条件是什么？对于我儿季少恒的行为，免于追究，撤销对他的报案和诉讼。你要是不答应，好，那咱们就把宝拓往烂了扯，让整个宝拓为我儿子陪葬。你就眼睁睁地看着罗成为了帮你，那么多钱打了水漂，还给人家开罪吗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季董别诧异，你说的我听完了，现在该听听我说的。关于季少恒的报案和诉讼，我一个都不可能撤。这个牢他坐定了，强奸未遂加购买使用非正规药品，顶多就是判几年牢而已。要是表现得好的话，还可以提前出来，又不是见不到外面的阳光了。倒是季董你，好像并没有考虑过季少恒出狱以后要怎么生活。你究竟想说什么？一个残酷又现实的问题，如果宝拓倒了，玉家还不至于输不起这点。罗成的损失有玉家兜底，可季少恒出狱以后，要面临高额债务和债主上门讨债。他要么就像老鼠一样躲藏生活，凄凉一生，要不就是接受不了落差自杀，不然就是误入歧途铤而走险。不仅是他，季董你也是一样，又不是什么重大刑罚，反倒是如果宝拓倒了，季夫人作为你的妻子，还要承担你和你儿子的巨额债务。你能保证能保住我儿的股份？股东那边肯定是不会同意的，但要是季少恒把他的股份转移到他母亲名下，至少还可以正常经营。到时候出狱以后做个闲散股东，至少还可以有钱拿，不至于被饿死，更不至于被追债。搞定了。你就适合谈判桌啊！19%的股份，按照市场价的一半，钱到时候打到季夫人名下。一半？你怎么跟他谈的？你答应他什么条件？3年内不动季少恒的股份，到时候这些股份会转移到季夫人的名下。反正你现在也没有多余的钱吞更多，就当是存了3年的钱。你腹黑，还是你腹黑？罗总刚接手公司，业务繁忙，不能亲临，望大家海涵。我以茶代酒，敬各位，愿我们合作顺利。
池董是哪里的话，要是季总有池总这样做生意的态度，我们也不至于会这么翘着。做生意嘛，谋的都是利，哪有那么多恩恩怨怨啊？就是，还是池董事爽快。于总啊，没有打扰到你会客吧？没有，快结束了。不介意我敬大家一杯吧？玉总随意。今后在宝拓里，我的弟弟还请诸位老板多多关照。若是有什么问题，他无暇顾及，可以来找我。你总算是休息了，你都2个周末没陪我了。哪有那么夸张？我不是每天晚上都回家吗？所以，我现在也就跟你睡觉这个作用了。瞎说。念念，陪我家人吃个饭吧。可以。我这么久才让你陪我家人吃饭，你不会有别的想法吧？你一定有你自己的考量。的确，我之前说过，一见钟情只是刹那的心动和欣赏，我不敢保证我们一定会开花结果。如果2个人合不来，在一起也只是折磨。那是不是只要我不愿意，你就会放我离开？会，我入不了你的心，进不了你的眼，说明我没本事。我会强取，但不会好躲。那我允许你好躲。念念，你这是放假前又给自己加了个班啊？上了趟街，买了点礼物。礼物？总不能明天去见你家里人，空着手去吧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都没提前问我爸妈的喜好。不过只要是你买的，他们都会喜欢的。我问你，你肯定会这样说，所以我自己让人去收集了一些，可能会有偏差，但应该不会差得太远。我发现你是越来越摸透我了，连我想说什么话都提前预测了。少爷夫人，请喝茶。你刚刚出去干什么了？哦，我回楼家一趟，有点事要处理。哦，真的？行，你信了？信。下次撒谎的时候，不要一直盯着一个人看，再加上重复肯定的语气，双重肯定之下的答案就是否定。你刚刚摸鼻子的行为，就是在演戏撒谎。你还懂心理呢？多了不懂，但你刚刚是基础说谎行为。不是我，不用了，你可以有你的私人行程和秘密。刚刚拆穿你说谎是我不对，但我不希望你对我撒谎。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你可以给我说这是你的私人行程，我就不会再追问了。人要是没有秘密，活着多没意思啊！你就不怕我出去厮混？念念，我接一下电话，你在这等一会儿。好。小念，念念，爸妈，啊，你怎么没有提前告诉我啊？先说了要给你个惊喜。西燕呀，一直和我们有联系，就提前订了机票。他昨天专门去接的我们。哦，我回楼家一趟，有点事要处理。你第一次见我家人，那你家人自然也得到场了。不然看你身后没人，
欺负你怎么办？这一看呐，就是会整老婆的。连川呐，你呀学着点儿，争取早点找个老婆来成。哎，好嘞好嘞，爷爷，我知道了啊。小念，秋妍送你的礼物。他最近怎么样？你们怎么没有跟他一起啊？这孩子就是个学霸，这2天又报了英语补习班，补习英语呢。他说了，等你跟西燕真正婚礼的时候，他会过来送上祝福的。好，那我下次也给他挑个礼物。好啊，那我们先进去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走。这位是迟念的父亲，还有他的母亲，那边是他的爷爷和他的哥哥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真是抱歉呐，现在才请你们过来见面。本应该啊，我们去丰城，还有怕没能和念念见上面，去的唐突。真是辛苦你们大老远跑这一趟啊！又辛苦你们把念念培养的这么优秀，这是我们家西燕捡到的便宜啊！这家狗哪里的话呀？川哥，嘿，臭小子，你吓我一跳。对了，这边是应衍和舒西，我二叔二婶家的孩子。应衍在国外深造，舒西在地大读大一。嫂子好。燕燕薄礼，希望你们喜欢。谢谢嫂子。行，那我们入座吧。好，请。好，来，请。国外上学怎么样？微信还挺是吗？婚礼的事情，我问过西燕，看她要怎么办。她说听小念的。那小念想靠自己的本事创造一番事业，西燕就听她的了。抱歉，我们家念念啊，从小就很有主见，我们呢也宠着她。不过你放心，小念呢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，她一定会在合适的时间公布的。那好，只要小念和西燕关系和睦，我们做家长的都支持。来啊！小念，你都不知道，西燕生怕我们会吓着你，死活不肯领你回家，我们都快急死了，就怕他把到手的媳妇也给弄丢了。他最不会哄人了。就是，西燕这性子很是寡淡，婶婶和婆婆可担心了。那天我们在画廊外看到你和西燕一起吃饭，这才渐渐放了心。这么好的丫头，怎么可能弄丢了？哇，烟花，好漂亮。不过，我感觉你比天上的烟花还要夺目。哪有那么夸张？哪里夸张了？天上星河，你最璀璨。瞎说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